他叫宫本，身为学渣中的战斗渣，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靠蒙。就比如在罗马许愿最好使的地方叫啥？就这题他哪会呀？随手写了个满分庙。只见他刚写完，100米外就冒出一缕金光。中午放学，他跟同学13郁闷的一起往家走。这时13发现条神秘的小路，2个人钻进里面，结果没想到正是那座满分庙。看周围也没个人，宫本拿出硬币，哎不行，这面值太大了，于是又换成了个5毛的，使劲往里一撇。保佑我每次考试都能考100。上午那科成绩出来后，居然才5分，这愿许的啥用也没有啊！可他不知道，怪事儿才刚刚开始。下午考试的第一个问题，咱们这儿小日子过得最美的人是谁？宫本还是不知道，随手直接把13的名字写在上面。没想到，歘一下，13还真就走马上任了。要说宫本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强，那第2个问题还没等写呢，就趴桌子上叫叫了。等第2天成绩下来，可是给他吓傻了，居然拿了个满分！哎呦我，这不完了吗？他急忙查资料，把写错的跟没写的全都重写了一遍。等改完，13就回到学校继续做他的学渣。现在到了数学考试，那宫本身为高3的学生，这高1的题还能不会吗？他冷静思考后作答，完事儿，惊人的一幕发生，铁塔竟然自己在那摇上了。宫本一看这哪行啊，赶快让大脑高速运转，重新编了个数啊，这回可好，那摇得更猛了。最后老师告诉他正确答案，才让铁塔停了下来。等放学，宫本想把这个愿望给取消了，可没想到那条神秘的小路竟然消失不见了。这接下来咋办呢？那就只能好好学习了。他拿出课本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今天晚上势必要学他个昏天黑地。他有个神奇的能力，就是不管考试的时候怎么写，全都是满分。可问题是，他瞎写的答案全都能成真。这次考试，他把天然气写成了天然水，然后全世界的人都开始疯狂抢矿泉水。没想到，这居然让卖净水器的老爸狠狠的大赚了一笔。但老妈又开始整事儿，有一个叫大强的老爷们儿成为影响他家庭和睦的因素。于是，为了让老妈死心，宫本直接把大强的名字写在了卷子上。等放学回来，他就看见老妈哭得撕心裂肺。原来大强被宫本写成宇航员，送出了银河系。完了，这回他的墙是回不来了。现在老爸老妈的事儿都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搞定他老哥。咋回事呢？原本老哥是学霸中的战斗霸，苦心学了3年，却没考上理想的加利顿皇家美术学院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把自己憋在房间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成天打排位也没上了钻石。这次他打算用自己的超能力感化老哥，拿出教材守在门口，不停地问老哥问题。慢慢的，在老哥的指点下，考试对宫本就是手拿把掐了，凭实力都能轻松拿个满分。老哥也被宫本彻底感化，他时隔9年第一次走出房间。哎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我好大儿吗？叫啥来着？对，叫小帅。现在家庭回归平静，是时候取消这个愿望了。可怎么取消呢？这天，宫本突然从兜里翻出来一张被他揉成球的废纸，而这正是他写满分庙的那张试卷。当他把卷子往起一对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这是一张考了5分的卷子，但他的能力可是大了去了。当初宫本就是在这个卷子上随手写了个满分庙，然后100米外就出现一道金光。等他放学跟朋友在街上溜达，遇见一条小路，2人钻了进去。呈现在眼前的正是满分庙。宫本二话没说许了个愿，完事儿他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。考试的时候不管写啥，成绩出来都是100分。但可怕的是，他写的答案都能成为现实，这也让世界彻底乱套了。在取消愿望之前，他利用这个能力让全家回到了正轨。现在他把卷子对在一起，歘的一下，那条神秘小路再次出现。他重新许下愿望，希望神庙能把他之前的愿望给收了。但这愿许的好像不灵啊，啥反应没有，这不完了吗？没办法，只能先回学校考试。此时的他可不是原来那个学渣了，那任何题目都是提笔就写呀，而且写的还都对。这时他想到之前许愿撇了个硬币，是不是得把它取出来，愿望才能消失呢？想到这儿，宫本直接破门而出，他来到神庙面前，捡起个树杈子，使劲的挑下面那枚硬币，眼看就要到手了。哎，就在这时，导演让他手一嘚瑟，硬币又掉了回去，伴随着一道金光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大街上也都死气沉沉。哎呦我，这啥情况？就在这时，一股小风吹过，把他那张满分试卷吹在地上。原来他虽然答对了正面的所有题目，却把背面的压轴题给落下了。这题问的是在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地方有多少人，而横线上啥也没写呀，那就没有人呗。